家好，我是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碗。那大家都看得出来，现在我们在一个酒店里。大碗，我们在哪个城市的酒店里呢？我们现在在上海。那这次我们为什么来上海？我们会在别的视频里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我和大碗我们想聊一个女性相关的话题，就是我们女人每个月都会经历的事情是大姨妈。对，大姨妈，大姨妈是比较口语的说法，书面语的是生理期，还有月经。对，还有月经。那为什么我们想聊这个话题呢？就是我发现在我们的课本里都没有相关的词汇，然后也没有相关的话题。可是呢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女生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教材不教这个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很少学这块的词，一般是生理课呀，或者是初中的时候，老师把女生留下来开会的时候来说。就是以前我们会很羞于聊这个问题。对，有一点点。羞于聊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会很害羞，我们会不好意思聊这个问题。那说回到这个，刚才大碗说大姨妈，大姨妈是月经和生理期的一个比较口语的说法。对，但是是最常见的口语。然后为什么叫大姨妈呢？其实有不同的解释，解释最多的是大姨妈每个月都来。月经每个月都来，就好像我们的妈妈的姐妹，我们的大姨妈每个月都会来我们家里一样。那除了大姨妈，其实月经还有别的说法，比如说以前或者现在可能也有的人他们会说倒霉啊。对，倒霉。对，就是我来月经了，然后他们可能会说我倒霉了。感觉有一点点那个啥。对，所以可能在他们的想法里，就是来大姨妈是不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会觉得说大家在回避这个话题，就不怎么喜欢聊这个东西，就是可能传统里面就是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。但现在当然不会了，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。对，但是其实有的地方说来大姨妈了，他们说来好事儿了啊，就是有些地方觉得它是好事，有些地方觉得它是就是坏事儿。哦，对对对，也有人说我坏事儿了，这些我都没听过。可能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东北那边听过吧。哦，就是偏北方，因为我在南方，真的没听过这个。我大概听过的就是我们传统听过的什么大姨妈呀，然后我们初中的时候，有些人会说叠飞机，就是同龄人之间的那种暗喻，就是它不是一个说很多人都会说的一个说法。是不是大家不好意思说我来大姨妈了，来月经了？很多的也还是说来那个了。对对对，大姨妈不说，然后月经也不说，就只说我来那个了。对，然后这个那个呢，其实后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。对对对对对，但是没有人真的把它说出来。因为可能说来那个了，然后就大家都心领神会啊，或者是我今天肚子不舒服。然后女生一般都可以就是理解，大概知道是什么回事。说来月经啊，青少年时期会有点难以启齿。对对对。那除了来月经了，你们那边还有什么说法吗？我比较喜欢说的是例假。那例假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，是正式的说法吗？还行，我觉得就是他如果在书面里面写的话，我觉得也还是 OK 的。那你呢？我的话我会说我来大姨妈了。我比较常说我来大姨妈了。正好我们也快来大姨妈了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来上海也带了一些卫生巾，这个东西叫卫生巾。然后卫生就是卫生干净的意思，巾呢就是毛巾。那以前的人呢，他们可能没有这种棉质的卫生巾，他们可能会用一块布代替，然后就是用完之后可能洗一洗啊，然后下次再用什么的。好像以前古时候也是用这个棉布。这个是卫生巾。那刚才我们说大姨妈，我来大姨妈了，对吧？那其实很多中国人也说这个东西是
姨妈巾，对，姨妈巾。有的时候像网上的一些牌子，他们做广告的时候也会用到姨妈巾3个字。这个是夜用的哦，对，卫生巾它分日用的和夜用的，就是日用的它可能会薄一点，然后短一点，对，然后呢夜用的就会长一点，然后厚一点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就是分日用和夜用。但现在晚上我们都不怎么用夜用的了，我们会用它。对，就是安睡裤。这个叫晚安裤。对，也有叫安睡裤的。对，因为它真的长得很像一个内裤的样子。对，它很像婴儿用的那个纸尿裤，其实。对，是我其实很喜欢它。我也很喜欢，就是特别是第1天、第2天的时候，穿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安心。因为来月经一定避免不了的一个隐患就是侧漏，就是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侧漏。然后就可能会弄脏床单呀，然后弄脏裤子。对。所以的话，有它之后，就有这个安睡裤之后，反正我没有侧漏过了。我也没有。你有在公共场合侧漏过吗？没有，一般我的量都不是很大。其实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是要教大家一些关于这个女性常用的表达啊，所以刚才我说了量不是很大，就是不会有很多。我觉得以前的时候，如果是用卫生巾就比较容易侧漏，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还是会可能会取笑呀。但是我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我有见过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思想还很封闭，不是很开放。对，我觉得现在其实还应该会好很多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男生他们也会懂很多这个方面的知识。对，如果他们有女朋友，应该要懂。对，是。你听说过，就是有的女生为了测试他们的男朋友，他们会故意的让男朋友去超市帮他们买卫生巾吗？我有听说过。这测试不错，你一定要做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拿一个黑色的袋子把这个卫生巾拿回来。但是有时候老板他是故意的，都不是说那个人的男朋友他是不是一定要那个黑色的袋子。我觉得有一些老板他卖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装着他就会专门拿一个深色的袋子。那你去超市买卫生巾的时候，你会害羞吗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事情，然后没有什么必要好害羞。那以前小时候呢？小时候肯定会，小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呀，会有一点点就是觉得难为情，然后，如果你弄脏了，你要去洗你的内裤什么的，你还得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感觉要躲着妈妈那种感觉，就是不是说完完全全说好大方的那种。如果你侧漏了，也会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在家里倒还好，但是我出去买卫生巾的时候，我也会害羞。然后就比如说在外面，那有的时候我们1天都在外面，那可能中间我们需要去换1次2次卫生巾，那我们要把这个卫生巾从包里拿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也会就是稍微躲着一点，拿得很快。对，拿得很快，或者是拿一个小包包装着，然后把那个小包包带到洗手间去。对，我也会。就是如果是都在一个女生的场合还好，但如果有男生在的话，就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。对，我还是会躲着一点。一方面是害羞，然后一方面我也觉得是礼貌吧。那我们平常用很多那个卫生巾，你有没有用棉条？我用过1次，用过1次，然后用这1次的时候发生了很尴尬的事情。发生了啥？是有一年我跟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去巴厘岛度假，然后正好赶上了来大姨妈，可是呢我又很想去游泳，所以呢我就买了卫生棉条，可是我不会用，因为我以前没有用过，那我知道丽蓉用过，所以我就给丽蓉打电话，然后问她怎么用，然后让她教我，然后我用了一个，我就很开心，我就下去游泳了，然后我去游泳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不对，因为它是棉的，好像这个棉条它在吸水，在膨胀，就是膨胀就是变大了。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应该是不对的，我就去房间，又给丽蓉打了个电话，
然后我说这种情况是对的吗？丽蓉说那肯定是不对的呀，你肯定是没有把它放进去，就是还要放到阴道里面。对，是不能是那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。对，你也是去游泳？对，我是游泳。我也是去游泳。还好那时候用的时候很顺利就用进去了。哦，那你很厉害。就是有看呀，然后以前我们大学有学。你们大学会教怎么用卫生棉条吗？卫生棉条，然后那个月经杯。你们学校还教你们用月经杯？然后还有那个避孕套，也叫安全套。哇，不是因为大学教，是因为我大学加入了一个社团，是专门科普这种性知识的。哇，那很好哎，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。对，然后我就在那个社团里面，然后我们要去给同学们一起去讲这些知识，然后就有关的这些东西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普及过一遍。哇，那很好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但就是说回来，这个棉条，我觉得中国用棉条的人多吗？不多。对，我觉得也不多，很少，还是我觉得不习惯吧。对，就是如果我们在超市如果要找棉条，它可能就是那1-2个牌子，然后在一个比较最高或最低的地方。然后也都是进口的。对，一般就是进口的。然后主流来说的话，好像还是用的比较少。对。那月经杯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用的人更少了。对，月经杯现在应该是比棉条还要少，可能是最少的，因为月经杯它有一个环保的理念嘛，因为月经杯它可以重复使用，对，然后它是最环保的一种产品，而且它也很安全，但是它容易弄脏手，然后呢，可能大家还是在卫生习惯这一块就不太适应，而且它的普及跟推广其实也挺难的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我有看有很多人在推广。那如果是在外面，就是不是在家里，在外面的洗手间的话，如果把它取出来，是不是还要再倒了，然后再把它洗，然后再把它消毒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就是你至少要洗干净。所以然后我觉得我们公共厕所有很多都还是那个蹲坑，对，它不是马桶，然后也不是很干净，对，然后清洗的地方啊，这些有时候人又多，所以的话，其实不论是棉条还是月经杯，它都存在就是在公共场合上面要用起来，其实还是没那么方便。我觉得是有这个情况的。其实我还是习惯用卫生巾。对，我也是。但是习惯用卫生棉条的人，他们说用卫生棉条真的是很舒服，因为没有感觉。对，我就是因为我游泳的话就要用它，如果碰到去海边去旅行，就一定要用卫生棉条，也叫棉条对不对？还是叫卫生棉条？你是说那个东西吗？对，两个都可以用是吗？就这个词是叫卫生棉条还是叫棉条就 OK？ 我觉得叫卫生棉条吧。但如果就是听你说话的人也知道它是卫生棉条的话，是不是说棉条也可以？因为我觉得说棉条更简单。如果说卫生棉条就有点长。对。如果是在姨妈期间，我们也说生理期间，我们也说月经期间。那如果这个时候要去游泳的话，那最好还是要用卫生棉条。对。但是也有人吃避孕药推迟，就为了去游泳吗？游泳可能没有那么那个，但有时候关键的时候有人会选择用吃这个方式去推迟它。你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吃过？我高考正好碰上我月经，我没吃，然后我就吃了。是妈妈让你吃的吗？我跟我妈说我要吃，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，因为我怕它影响我发挥。是因为很多女生来月经的时候肚子会痛。对，这个我们说是痛经。对，会痛经，然后有一些人他会拉肚子，会腹泻，严重的人会呕吐，甚至是就是痛到晕倒。所以的话，如果碰到重大的事情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是这样的，但是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高考的时候就吃了那个，就为了推迟它。那吃那个对你后来的月经有什么影响吗？好像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我就吃了1次。然后就没有再去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它是短期的，就是临时的，所以好像听说是不太好。以前我有听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过，他不来月经，因为他每次都吃药。但是这个我不太懂，所以他吃的是避孕药。应该是避孕药，因为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听不懂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，但是他说有一种药就是可以让他不来月经，或者就是
生理有关的激素的药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往往跟避孕是有关系的。我觉得是有关系哦，但是回去查一查，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删掉。大碗经常这样，他会叭叭叭说很多，然后回去想，哎呀，刚才我说的好像不对，然后就剪辑的时候就把它剪掉。对对，因为我是一个说话没有怎么过脑子的人，然后呢，我说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，全是主观的，没有客观的。就，哎，那你来月经之前会很想吃甜的吗？会，反正就是胃口会有变化。要么很想吃甜，要么很想吃辣或者重口的东西。冰的，冰的还好。我还好。你呢？我会很想吃甜的和冰的。然后来月经之前脾气还会变差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容易生气。对，然后会变得比较暴躁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好。男朋友女朋友之间吵架，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，就是有时候两个人吵得很凶，然后可能就会男生就会说女生一句，就是你是不是来大姨妈？或者你是不是快来大姨妈了？对对对，或者是说甚至都不是亲密关系的吵架，有时候可能就是跟别人吵架，别人也会这么怼一句说你是不是要来大姨妈了？在路上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同事啊什么的。对，就是吵凶了的话，就这也会变成一个骂人的话。就会觉得挺不好的。是。但是事实也的确是，来大姨妈的前面情绪会变得不好，但这东西只能自己说。对，有时候我觉得，有些人他们沟通，他们会说啊，我可能最近快来大姨妈了，然后情绪可能不太好，我觉得这是 OK 的。女生我觉得还蛮多都是会理解的。对，我觉得可以自己说，但是就是有些人他会把这个变成一个骂人的事情。那你来大姨妈的时候，你会多喝热水吗？会，至少会喝温的。就是我们从小好像给的教育就是大姨妈期间不能吃冰的，然后不要去吹太凉的风，然后不要在空调房里面一直对着空调吹。对，然后不要吃太辣的，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剧烈运动。对，就比如说跑步啊，然后像有这种倒立姿势的瑜伽也不可以，就是好像会有很多事情不能做。对，就是我后来看了很多的消息啊，然后看了一些东西，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禁忌。其实甚至我最近在网上刷到过说，经期去运动其实对女性是好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们上次去了一个健身房，然后我们专门问了那个教练，我们有问说，那如果是来大姨妈期间，就是是不是什么运动都不能做？然后那个教练是有说，他说其实是看个人的情况，有的人其实他的四肢不受影响，他还是可以做一些力量训练，但是他如果腹腔的那个压力过高的话，他可能就不适合做卷腹相关的，就是腹部相关的那个运动或者是力量训练。但是有一些有氧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上肢的，就是练胳膊的，对，没有那么剧烈的，然后不影响到他腹部的这个情况的话，还是可以做的，并不是说一来大姨妈就只能躺在那什么都不干。就是可能以前的人会觉得来大姨妈最好就是静养，就是躺着或者是坐着休息。那你来的时候会痛经吗？有时候会痛经，有时候不会，要看那个身体的状况。比如说前一个月比较疲劳，然后作息不稳定，他可能大姨妈的时候就会不舒服。但是我比较容易就是拉肚子。那很疲劳呢？疲劳会有。比如说就是第一天很累，然后第二天会好一点，第三天就会更好一点。对，往往累就是第一天很累。就是越来越好。对。那你有就是皮肤长痘啊这些吗？来之前会长。我也会，就是偶尔一颗。然后可能来的前一天或者是来的第一天会觉得很累。就是很想睡觉，不是每一次都有，就是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还有就是好像月经期间有蛮多事情不能做的，我记得我体检的时候医生就会说最好是避开，比如说那一周还有前后那一周最好都避开。或者是什么你做那个尿检，他要求你就是月经后的第2周。尿检应该是要避开的，因为可能会有血进去，它会影响。对，好像是说会影响。对。然后腹部的 B 超和胸部的 B 超也是要避开月经就是好像我有听说。然后我之前去拔牙的时候，医生会问是你是不是生理期。然后他说生理期的时候也不能拔牙。
对，这些经常在医院的话，可能就会问这些问的比较细，然后有问，比如说你去医院的时候，如果是跟妇科相关的医生，可能会问你，比如说例假是不是准的呀，然后你就是或者说大姨妈准不准呀？对。如果每个月都是按时来，就是比如说可能有的人是30天，有的人是31天，有的人可能28天，每个月都是按时来的话，我们说你的例假、你的月经很准。那如果是不按时来呢，就是我们说你的例假或者是你的月经不准。对，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频率。其实每个人身体的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其实生理期、例假它跟就是那个排卵期这些是息息相关的。它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通过月经去算你排卵的时候，所以这些它都是一整串的知识。我觉得其实整个了解下来还是蛮有必要性的。对，是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跟女性的月经相关的话题，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词，希望大家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们有用。对，如果对你们有用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对，然后留言告诉我们，然后呢，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，下次你想学习什么相关的词汇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